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播客 CEO 日记的一期嘉宾克里斯·科尔纳的故事。他带着4个孩子，还有些有多动症特质。他既没有耀眼的硅谷精英的光环，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创意新点子，但是他却能在10几年里启动了80多个副业，最终赚得数千万美元。不仅实现了财务自由，也没有耽误陪伴家人。他把自己的创业经验总结成了一套普通人都能复制的笨办法。这个被称为副业之王的男人到底掌握了什么财富密码呢？他的那些看似笨拙质朴的方法到底又藏着怎样的商业逻辑呢？克里斯·科尔纳在9岁的时候想要一辆红色的狮纹自行车，但是因为家境贫寒，父母根本无力满足他的这个愿望。就在他为了自行车发愁的时候，家对面高尔夫球场的一个细节让他找到了赚钱的机会。经常有高尔夫球会飞到路边的沟渠里，没人在意，也没人回收。9岁的克里斯就萌生了一个简单却相当实用的想法。他跑到沟里把那些散落的高尔夫球捡回来，洗干净后在家门口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高尔夫球，1美元3个。就是这么简单的3步构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生意：捡球、清洁、售卖。没有任何的创新，也没有什么技术壁垒，本质上就是把别人不需要的东西搬运到有需要的人手里，完成了一次供需匹配。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经历在克里斯的心里埋下了一颗重要的种子。生意其实是触手可及的，它不需要多么复杂的构思，也不需要多么雄厚的资本，只要找到供需缺口就能启动。很多人之所以迟迟不敢开始第一个生意，就是卡在了必须有原创的好点子这个执念上。我们被太多的创业故事洗脑，总觉得创业就意味着要做出前无古人的产品，要改变世界，要建立别人无法超越的技术壁垒。但是克里斯说，只有自我膨胀的人才会总想着创新。成年后的克里斯依然沿用着这套复制供需和解决缺口的逻辑，并且在大学期间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当时他经营着手机维修生意，有一天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问他是否愿意出售所有碎掉的 iPhone 屏幕，每个出价3美元，无论数量多少。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会把碎屏幕当作垃圾扔掉，或者仅仅当作环保回收的废品处理。但是克里斯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如果有人愿意花钱买垃圾，那说明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将会有巨大的利润空间。他没有简单的把碎屏幕卖给对方，而是追问自己，他们买这些碎屏到底要做什么。经过一番打听，他才知道这些碎屏会被运到中国，工厂会切掉破碎的玻璃部分，再压上新的玻璃，最终变成官方的翻新屏，然后重新流入市场。这个发现让克里斯意识到，这是一个他自己也能入局的生意。但是当时的他既不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谁，也不知道对方公司的名称，更不懂翻新屏幕的技术。但是他没有因此退缩，而是跑到阿里巴巴上疯狂发送私信，给每一个卖屏幕的商家留言，询问他们是否要回收碎屏，以及具体的操作流程。就这样，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他硬生生地摸清了整个行业的门道。第1年就做到了200万美元的营收，之后营收更是一路增长到500万甚至900万，最后成功出售公司，赚得盆满钵满。这个案例完美诠释了克里斯的商业哲学。对于新手来说，最有效的创业策略不是盲目创新，而是收起自己的自尊心，去抄袭那些已经被市场验证过的成功模式。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极具挑衅性的观点：如果你是初学者，不要试图优化那些存在了10年甚至15年的竞争对手的模式，哪怕他们的网站看起来很丑，流程看起来很繁琐，也请相信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一定有他们的道理，因为这就是市场反复检验后的结果。克里斯就曾经因为违背了这个原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曾经做过一个电商物流中心，看到同行的报价单极其复杂，不仅有入库费，还有第5个物品额外收费，以及过期日期追踪费等一系列看似不合理的费用。当时的他觉得同行这是在故意坑客户，于是决定创新，推出一个极其简单的全包一口价服务，认为这样一定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户。但是结果却是灾难性的。接下来的2年里，他亏了很多钱，直到最后才明白，同行设置的那些繁杂的费用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些客户确实会突然倒闭，导致库存积压，而多件商品的打包会增加巨大的人力成本，过期商品的追踪也需要额外投入精力。他所谓的创新，其实是忽略了商业运营中的实际问题，最终自食恶果。这个教训让克里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观点：对于没有经验的新手来说，100%复制成功模式才是最稳妥的选择。
只有当你赚到了钱，成为这个行业的行家，摸清了其中的门道和风险之后，再去考虑那5%的微创新，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很多人之所以创业失败，就是因为太急于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在还没有搞懂行业规则的时候，就急于优化和创新，最终栽在了自己的自负上。很多人虽然有创业的想法，却不敢轻易行动，因为他们觉得一旦开始副业，就必须辞职，必须孤注一掷，必须烧掉所有的退路。但是作为4个孩子的父亲，克里斯坚决反对这种赌徒式的创业。他认为在副业收入没有超过主业之前就盲目辞职，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会让自己陷入财务危机，还会给家人带来巨大的压力。那么普通人如何在不辞职、不花大价钱的情况下，验证一个生意是否可行呢？克里斯分享了一个极其具体而且可操作的 Facebook 市场测试法。这个方法能让你用最低的成本快速判断一个创业点子到底有没有市场。举个例子，假设你有一个想法，想要做一款专门为女性设计的口感很好的肌酸软糖。按照传统的做法，你可能会先找工厂打样、设计包装、建立网站，还要囤一批货。这一套流程下来，不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还得投入几万美元的资金。但是如果最后产品卖不出去，你就会面临破产的风险。而克里斯的做法却能让你在不投入大量资金的情况下，验证这个想法的可行性。首先，你不需要找工厂生产真实的产品，只需要用 AI 工具生成几张产品概念图，图片要能够清晰展示产品的外观、包装和核心卖点。然后你去 Facebook 市场发布帖子，文案要写清楚产品的核心卖点，比如女性专属肌酸是草莓味的，能提升脑力等等。接下来你可以做一个 AB 测试，发一个帖子卖软糖版的肌酸，再发另一个帖子卖粉末版的肌酸，然后记录2个帖子的点击量和私信咨询量。如果没人关注，没人私信问价格，那就说明这个生意的点子可能是行不通的，你相当于省下了几万美元的冤枉钱。但是如果私信爆了，很多人都在问怎么买，什么时候发货，那就说明这个产品有市场需求。这时候你再回复大家，抱歉，首批已经售罄，新品2周后到货，然后再去联系工厂生产，这样就不会有库存积压的风险。这就是克里斯反复强调的验证的重要性。什么是产品与市场的契合？克里斯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解释道，大多数生意就像是你推着一块巨石上山，推2步退1步，非常辛苦，不过也能赚到钱。但是有 5% 的生意是那块巨石在追着你跑。当你在 Facebook 发了测试贴之后，手机响个不停，私信回都回不过来，甚至有人追着问你到底哪里能买到的时候，那就是巨石在追着你。这时候才是你该投入更多资源的时候。克里斯最出圈的一个案例就是关于布赛斯连锁加油站便利店的代购生意。布赛斯是美国一家拥有狂热粉丝的连锁品牌，线下门店生意极其火爆。但是奇怪的是，这家公司居然没有开设网店。克里斯和合伙人发现了这个市场缺口后，没有浪费时间去和布赛斯谈授权。他们知道自己作为无名小卒，对方根本不会理会，而是直接冲进店里，把每样零食都买了一份，花了数千美元。回家之后，他们给这些零食拍照，建立了一个叫德州零食的网站，假装自己是布赛斯的代购。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网站上线第1个月就靠着自然流量卖出了几十万美元的销售额。后来这件事被媒体报道，布赛斯官方主动找上门来，但是并没有起诉他们，而是表示只要你们注明不是官方运营，改掉名字里的商标，我们就默许你们做。直到现在，这个生意每年还在为克里斯创造数百万美元的收入。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行动力远比完美的计划更加重要。当你还在犹豫这样做合不合规，有没有市场的时候，已经有人靠着果断的行动力把产品卖爆了。很多时候，创业最大的敌人不是没有好点子，而是过度的思考和拖延。节目中最精彩的环节就是主持人拿出了3个箱子，分别代表500美元、1000美元和5000美元的启动资金，让克里斯针对不同启动资金现场给出具体的商业方案。500美元，这笔钱在很多人眼里可能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在 AI 时代，这足够启动一个高利润的服务生意。克里斯建议的第1个方向是做 AI 落地服务商。我们都知道，全球有4亿中小企业，其中有 77% 的老板都知道 AI 能够帮他们赚钱，但是只有 5% 的人真正知道怎么用。这中间存在着的巨大认知差，就是普通人的赚钱机会。
这根本不需要去学复杂的编程技术，你可以用 Replit 或者 Lovable 这种 Web Coding 工具，只需要用英语或中文描述你的需求，比如给我做一个帮修车店管理客户预约的网页， AI 就能自动写出代码。你的目标客户可以锁定本地的蓝领生意，比如修水管的、通下水道的、修剪草坪的。这些老板有一个共同的痛点，那就是他们白天要忙着干活，晚上回家想陪家人，不想再接电话。但是如果晚上9点有个急单，他们不接，客户就会找别人，这可能就是一笔3000美元的生意。所以你的产品可以就是用 AI 做一个语音接单助手，它能像真人一样接电话、报价、预约时间，帮这些老板解决后顾之忧。收费方式可以是先收1000美元的设置费，然后每个月收300美元的维护费。更重要的是，一旦你给一个修水管的老板做成功了，你可以把这套代码复制给全城甚至全国所有的修水管公司，实现规模化盈利，这几乎不需要额外增加任何成本。第二个方向是服务套利，逻辑类似于一件代发，但是做的是服务生意。你可以先做一个看起来很高大上的修车库门的网站，然后投放广告获取客户，报价200美元修一次门。接下来去找本地那些没有网站只有电话号码的修车师傅，给他们100美元，让他们去上门维修。你中间赚100美元的差价，你卖的不是维修服务本身，而是更好的用户体验，更便捷的支付流程和信任感。对于客户来说，他们更愿意相信有正规网站的服务商。对于修车师傅来说，他们不需要花时间和钱做推广，就能获得订单，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第三个方向是做细分领域目录网站。我们都知道谷歌地图很方便，但是在某些极度细分的领域，它其实并不好用。比如有人想知道威斯康星州哪里能买到派对用的冰块，或者西雅图所有的狗狗公园列表，这时候谷歌地图很难给出精准的答案。你的机会就在这里，你可以抓取相关数据，做一个简单的列表网站，专门解决这些细分的需求。盈利方式可以是挂谷歌广告联盟的广告赚钱，或者把流量导给具体的商家，向他们收取排名费。这个生意属于真正的税后收入，虽然起步慢，但是维护的成本极低，一旦网站有了稳定的流量，就能持续赚钱。接下来是第二个方案，如果你有1000美元，可以考虑2个方向。第一个是婚礼租赁业务，现在的婚礼越来越贵，户外婚礼也越来越流行，但是很多婚礼道具普通人只会用一次，购买成本太高，租赁就成了刚需。有网友在 Reddit 上分享过自己的经历，用几根木头和花做了一个漂亮的婚礼拱门，成本不到300美元，租一次就能赚800美元。操作模式可以是这样，不直接找新娘新郎推销，而是去联系全城的婚礼策划师，告诉他们我有婚礼拱门、香槟墙、甜甜圈墙、大型发光字母灯等道具，租一次800美元，如果你帮我推销，我就给你提成。婚礼策划师手里因为有大量的客户资源，他们也愿意推荐能为自己带来额外收入的道具租赁服务，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快速打开市场。第二个方向是做本地生活通讯稿，现在的人都想知道自己居住的城市这周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新店开张，有什么有趣的活动，但是很少有平台能够提供精准的本地信息。你可以把1000美元全部用来投放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广告，定向为本地人群。文案可以这样写：想知道博伊西每周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吗？订阅我们的周报，按照大约1美元一个订阅者的获客成本，1000美元能让你获得1000个本地精准用户。变现方式也很简单，本地商家比如餐馆、修车店、牙医诊所非常需要这种精准流量，你可以向他们出售广告位，通常每个订阅者每月能带来 0.5 美元的广告价值，2个月就能回本，之后所有的收入都是纯利润。最后是第三个方案，如果你有5000美元，克里斯推荐做更接近资产的生意，那就是房车、公园或者露营地。很多人觉得买房出租的回报率低，但是经营房车营地的回报率却极高。可能有人会问，5000美元根本买不起地，怎么经营房车营地？这里的核心秘诀就是卖方融资。你可以先在谷歌地图上找到那些看起来破破烂烂、没有官网、有老头老太太经营的房车营地，然后给他们打电话。这个过程需要巨大的耐心，可能打100个电话只有1个愿意和你谈。你的话术可以这样说：我知道您经营这个营地很久了，您想退休吗？我愿意接手，但是我现在没那么多现金，能不能这样？您把营地卖给我，我每个月从营地的利润里分期付款给您。
如果我付不出来，您可以把营地收回去，之前付的钱也归您。对于很多只想退休、追求稳定收入的老人来说，这个方案很有吸引力，因为这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了一份有保障的年金。当你接手营地后，不需要做大规模的改造，通常只是建一个像样的网站，把原本空置的车位挂到网上，然后通过简单的运营手段提高入住率，这个资产的价值就会瞬间翻倍。这种生意的优势在于，你获得的是一份可持续增值的资产，而不是单纯的一次性收入。一旦步入正轨，就能为你带来长期稳定的现金流。除了这些实战建议，克里斯还有3个反直觉的商业思维。这些思维方式比具体的项目更有价值，能够帮你在创业路上少走很多弯路。第一个思维是，激情是陷阱。很多年轻人都被灌输要做你热爱的事，但是克里斯认为这简直是毒鸡汤。他的观点是，忽略激情，追随利润，直到你赚够了钱，再去为激情买单。克里斯在做二手车代购生意的时候，要在德克萨斯州40度的高温下站在柏油马路上验车，浑身湿透，极其痛苦。他根本不喜欢车，也不懂车，但他还是坚持做了，因为那是当时能赚钱的事。他说，如果你一开始就非要找一个既是你热爱又能赚钱还能改变世界的生意，那你大概率一辈子都开始不了。创业的本质是商业行为，核心是盈利，而不是自我满足。很多人之所以迟迟不敢行动，就是因为太执着于找一个自己热爱的项目，结果在寻找中浪费了大量时间。其实你可以先爱上商业本身，也就是把1块钱变成2块钱的过程。至于你是通过卖马桶刷还是卖高科技软件实现的，那并不重要。当你赚够了钱，有了足够的资本和底气，再去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才是更现实的选择。第二个思维是，专注是被高估的美德。我们听惯了乔布斯、扎克伯格那种极致专注的故事，总觉得创业必须全身心投入到一个项目中才能成功。但是克里斯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观点，那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保持动能比保持专注更加重要。克里斯承认自己是一个容易分心的人，经常会有新的点子冒出来。他认为，如果你强制自己专注在一个不温不火的项目上，你就会感到枯燥甚至抑郁，最终失去行动力。相反，如果你允许自己去尝试不同的海域钓鱼，今天试试这个诱饵，明天试试那个诱饵，哪怕你还没钓到大鱼，但是只要你在不断尝试，你就会保持兴奋和行动力。而这种行动力正是创业成功的关键。它有一个所谓的2周法则，如果你有一个新点子，把它写下来，如果2周后你还在想这件事，并且越想越兴奋，那就去低成本的测试它。如果2天后就忘了，那就让它随风而去。这种方式既能避免你因为过度分心而一事无成，又能让你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度，不错过真正有潜力的机会。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灵活试错的模式远比孤注一掷的专注更加稳妥。第3个思维是避开海市蜃楼的机会。在选择副业时，一定要避开那些看起来很美，但是实际上都是深坑的赛道。这种赛道的典型特征是痛点极度明显，似乎每个人都在尝试解决它，但是市面上却没有任何一家能做成功的公司。比如解决孤独问题的社交 App， 每个人都觉得现代人很孤独，都想要做一个 App 把人聚起来，但是无数人尝试过，无数人都失败了。这可能是因为孤独是人性深层的问题，不是一个 App 就能解决的。再比如校园活动的聚合 App， 每个大学生创业都想做这个，告诉大家今晚哪里有派对，但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大学生根本不看布告栏，他们只去有朋友去的地方，一个 App 根本无法改变他们的社交习惯。还有终结密码的 App， 无数公司想要消灭密码，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使用密码，这背后涉及到安全、用户习惯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技术创新就能解决的。克里斯提醒我们，如果你发现一个赛道尸横遍野却无人生还，不要觉得自己是那个天选之子，能够打破魔咒，那很可能是行业结构性的问题，无论你多么努力都很难成功。这时候最明智的选择不是迎难而上，而是果断放弃，转向其他有潜力的赛道。创业不是靠勇气就能成功的，懂得及时止损，避开那些看似诱人的海市蜃楼，才能走得更远。在访谈的最后，克里斯说，世上没有解决方案，只有权衡。很多人把创业和副业当成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觉得只要开始创业就能摆脱焦虑，实现完美的人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你想要自由，就要承担所有的风险；你想要稳定，就要忍受朝九晚五的束缚和有限的收入。克里斯如今拥有80多个生意，实现了财务自由，能够环游世界和陪伴家人。但是他也坦言，在那些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日子里，他在家里是沉默的、暴躁的，把巨大的压力独自扛在肩上，那种心理负担是打工时无法想象的。但是他选择了这种权衡，因为对他来说，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不用为了股价焦虑，不用向董事会汇报，能够陪伴着孩子们成长，这种感觉即使辛苦也是值得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我们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创新，不需要雄厚的资本，不需要放弃现有的稳定，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拿出身边闲置的几百块钱，去发一个测试的帖子，去打一个陌生的电话，去模仿一个已经赚钱的笨生意，就能一步步实现收入的提升。创业路上没有捷径，也没有完美的计划，行动本身才是对焦虑最好的解药。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有创业的想法，却迟迟不敢行动，不妨从克里斯的方法开始，从小成本的测试做起，最终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感谢收看本期视频，下期再见。